大家好，我是 Echo， 欢迎来到 Echo Chinese Club。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是怎么用书或者是教材来高效的学习中文。那这个话题呢是专门针对中文自学者的，因为如果你有老师的话，你的老师应该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一些额外的练习资源或者是补充材料。好的，那这个话题呢，我打算分为上下2期来做。第1期就从零基础到 HSK3， 那第2期我们就从 HSK4 及以上这个方面来聊。好的，那第1期视频，也就是本期视频，我们要使用的参考材料是 HSK 标准教程这一套 HSK1 到 HSK3， 我们将从拼音开始，和大家一起慢慢的制定学习计划，补充一些学习材料和练习的思路。另外，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份学习打卡记录表，希望能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提到老师在课堂上传授新知识，就像建房子一样，你现在学到的知识是为将来打下基础，而你将来要学习的知识又是在为现在的知识做一个巩固的练习。那如果没有老师的话，教材就是一个很好的指南，它可以帮助你安排你的学习计划。以我最熟悉的 HSK 标准教程这套教材来看，词汇和语法的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前3个级别，语法的比重更高，这个时候词汇为语法服务，帮助大家形成一个良好的中文表达的框架，熟悉中文表达的习惯。而从 HSK4 开始，大的语法框架已经所剩无几了，相反的，词汇辨析、关联词等等这方面的补充就明显增加了。至于为什么这样安排，我在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是这样跟我说的，这也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中文的语法其实很简单，框架性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在前3个级别，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框架给搭好，建立一个良好的框架基础。那这样在更高的级别的时候，你的框架已经熟悉了，语法结构和语序等等这些东西已经明白了，我们的新的词汇就可以补充进来。举个例子，中文里有主语、程度副词、形容词这个语法结构，大家第一次接触它是在 HSK1 第6课里面遇到的例句是我很好，我的妈妈中文不好等等，这样非常简单的句子。这时候这个词汇并不是为了让大家记住妈妈我或者好、很、不这样，而是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个词汇的顺序，这个语序。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已经学习好了，而在接下来的某一天，你突然遇到了一个程度副词，叫做极其，那你知道你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吗？根据你已经有的语法知识，当然你可以把它放对地方，对吧？那对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的时候，我们的表达方式、语序习惯肯定会有不同。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去熟悉这种新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新的表达习惯，所以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而不是去收集大量的词汇。但是现实情况是，我遇到的很多中高级的学生，他们来找我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新的词，他知道这个词的意思，那却不能把它用在正确的句子里，要么是生套了自己母语的表达习惯，要么就是用了英语的表达习惯，或者根本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在哪里。这就是在前面最开始学习的时候，这种语法的框架、基础的框架、表达习惯、表达方式没有学习牢固。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的句子听起来很不正常，甚至会让人误解。如果你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在前面最开始打基础的时候，是不是急于求成，忙着搜集词汇了。好的，现在我们明确了在初级，也就是 HSK1 到3我们的学习重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分配一下学习的任务啦。我们来观察一下 HSK 的目录，它的内容基本上是遵循一个层层递进的原则，也就是说你后面学到的内容是可以和前面的内容结合起来的。
比如说我们在学完他女儿今年20岁这一课时，那这是提供了一个年龄的信息。在前面的几课我们在学习你叫什么名字，他是我的汉语老师，我们就会学到怎么介绍名字，还有怎么介绍职业，你就可以把这3个信息结合起来。现在我要介绍我的朋友，我能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他的职业身份，还有他的年龄呢？那这样通过一些刻意的练习来帮助自己巩固还有提高。好的，那现在我们来横向的看一下每一课中我们具体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一课里面大概会有5个部分，第一个是课文，第2个是注释，第3个是词汇，第4个是拼音，第5个是汉字。现在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每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制定怎样的学习计划。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安排学习路径的吗？如果你忘记了这5个重点，那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现在我来列出一些目标来给大家参考。零基础学习拼音时的目标：1. 能够自己读出拼音； 2. 知道汉语声调是不同的，并且能够听出声调是不同的。在零基础，拼音的知识还是概念性的，在学习完拼音之后，拼音的练习才是正式展开的时候，它会融入到你接下来学习每一个生词、每一个新课的每一步里面。零基础学习汉字的目标：1. 知道汉字有几种类型； 2. 能够指认出每课的汉字； 3. 能够用键盘打出汉字；更进一步，能够听写汉字。现在大家都已经用键盘打字或者手机打字了，写汉字还有用吗？其实写汉字它可以帮助你更快的记住一些汉字，因为你通过写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在帮助你的大脑加强记忆的过程。而且能够写一手好看的汉字，也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你们说是吧？词汇的目标：1. 拼音和声调准确； 2. 可以用键盘打出这个词； 3. 看到中文可以想起意思； 4. 如果要更进一步，能够写一个非常简单的和你自己有关的小句子； 5. 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同学可以练习听写。注释也就是语法的部分，我们的目标可以设置为：1. 能够用你的母语解释这个语法是什么时候用的，做什么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2. 能够说出一个例句。课文的目标：1. 去掉拼音，你也可以朗读这段文字； 2. 如果你有课本，课本是有配套录音的，希望你可以和录音读得一样快； 3. 听录音，你可以明白录音在说什么，也就是说听到你就可以马上反应过来意思，或者可以马上翻译成你的母语。那这5个部分的参考目标已经说完了，你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呀。接下来就是要实现这些目标了。不过在这之前有一个前提，如果你学习中文就是为了开口说话和人交流，那有一个练习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做起来了，那就是磨耳朵。如果你第一次听中文的声调，你要知道你理解中文有声调这件事儿和你能听出来哪一个字是哪一个声调，这是2回事儿。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养成磨耳朵的习惯，给自己创造一个有声的环境，也就是泛听，让自己熟悉中文的声调。推荐大家磨耳朵的资源，就是所有你感兴趣的带有你的母语字幕的，或者是你看得懂的字幕的正常速度的中文视频，可以是电视剧、电影，也可以是 vlog 视频，或者是一些纪录片等等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是正常速度。我自己喜欢的视频呢，有这些：《爸爸去哪儿》第3季，它有中英文字幕； Netflix 上的中国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比如说《青蛇》这部电影啊，比如说这个《消失的她》这部电影啊，还有一些特别好的电视剧，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爱奇艺上也有很多的中文综艺，那也很推荐大家去看，比如说我很喜欢的《奇葩说》，特别好看。
那还有我的视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是泛听，你不是要去认真的去学习它。泛听不是需要特别注意每一个词在说什么，或者每一个词是什么意思，而是让你的耳朵去熟悉中文的声调，这种有起伏变化、有特定情绪表达这样的声调组合，所以一定要是一个正常速度的播放。我们不要去找特别慢速的，专门为中文学习者提供的这种视频，因为在正常世界里，没有人会用这个速度去说话、去表达，所以你要去适应正常世界里面的语速，正常世界里面的声调组合。那这样的话，你在接下来再仔细学习一些声调、一些文章的时候，它才会更多的来影响你，来帮助你在中文世界更好的表达。接下来就是关于课本中的5个内容，我们制定的小目标。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怎么能实现它。第一个，零基础首先要接触的就是拼音，也就是 HSK1 的第1课和第2课。关于拼音的补充资源是 UU Chinese 拼音 chart， 还有它关于4个声调的解释。那这个老师他对于3声的解释也非常的到位，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另外，大家在把声母和韵母拼在一起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声母只做口型不发音，而韵母是那个又做口型又发音的部分。因为大家没有老师，所以你在做拼音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录下来你自己说的，然后对比你的和录音的区别，听到那些细微的区别之后，再去改正。在学习拼音的时候，如果你发现有一个音和你的母语的发音很类似，那也很欢迎你把它就标注在旁边，来方便你记忆。如果你不是特别的害羞，也非常欢迎你在 Instagram 上建立一个 Studygram， 那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录音上传到网络上。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同学或者是老师愿意去听你的发音，愿意去提供一些意见。我很喜欢这位同学的 Studygram， 我觉得他做的就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他的主页去看一下他是怎么做发音练习的。在这2课学习完拼音之后，原则上你已经可以拼写所有的汉字拼音了，所以推荐你在接下来每一课的学习中，只要遇到拼音，比如说在生词的部分，你都可以先自己拼一下，自己读一下，然后录下来，然后再去听一下录音里的发音，看一下哪个地方是你没有注意到的，或者声调还有哪里可以进步。那这样通过不断的对比，来提高自己对语言的、对这个声调的敏感度。如果大家还有时间，那这里我还想再推荐一个额外的练习拼音和声调的方法，就是在听到一个很短的句子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拼一下它的拼音和声调，然后再去对比正确的部分。那这里我就非常推荐一个 Instagram 账号，我把它列在这里。这个主播呢，声音特别好听，而且每个视频的句子都非常的短，他读的速度也是不快不慢的，我觉得用来做拼音练习正好。而且很重要的是，他的视频里面不像很多学习中文的视频账号，就是他会把拼音给你列出来，他的视频里面只有汉字和英文。那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它的拼音应该是什么，对吧？但是它在它的 caption 简介里面又放出来这些汉字，所以大家在听完、写完自己的拼音和声调之后，你可以把 caption 里面、把它的简介里面的这段文字放在 Google Translate 上面，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拼音是什么样的，它的声调是什么样的。长期以往，你对声调和拼音的敏感度肯定会大幅上升。好的，接下来就是汉字。课本上没有介绍汉字的来历，那它直接就开始了对汉字书写的练习。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汉字的来历，这样方便你在接下来的记忆。汉字呢，它是一种表意文字，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是有一定的意思在里面的。那大家可以顺着这个思路，不管你是去找这个汉字它背后的来历故事也好，还是你自己建立一个你能想象到的故事也好，只要是能帮助你记住这个汉字，那都是很好的方法。比如说有一次我在问我的这个学生，你说这个字为什么是美？然后他说因为它长得很像蝴蝶，蝴蝶很漂亮，
所以这个字就是美。好的，那汉字的补充资源有这个 Instagram account， 它真的是把每一个汉字都画得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有很多形象的故事可以帮助大家来记忆。这个网站可以帮助大家书写汉字，它上面告诉大家每一个汉字的笔画顺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写的也非常的工整。最后一点就是不要贪多，我们不需要每天记住100个汉字，我们只需要掌握课本上提到的这些汉字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学习词汇了。那词汇的学习和前面提到的拼音还有汉字这些练习方法有一些重合，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你肯定是要知道这个汉字的发音，这个词汇的发音和拼写，然后能够用键盘把它给输出来的。那在之后的学习中，如果你看到一个汉字，就是你已经有一些语法的东西在里面了，可以尝试用它来造一个简单的句子。这个句子不一定要非常的富丽堂皇，一定要和自己生活有关的，让这个词融入到你的生活中，这样可以帮助你来记住这个词。关于用生词来造句，大家最好的方法就是学完这个生词之后，在 Google 里面或者是任何的搜索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词，然后加上造句，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获得一系列的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句子，或者有的时候你可以在中国的社交平台，比如说微博或者是微信里面输入这个词，然后点击搜索，那你也会看到关于这个词有一些什么样的句子，非常实在的，就是非常日常非常真实的，大家每天都在用的一些句子。接下来就是语法的学习啦。那我觉得课本上讲的其实都挺清楚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按照课本上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它的练习就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课文，以 HSK1 第一课的课文为例，这个课文的主题是打招呼。我们已经学过拼音啦，那现在你就可以来试一下，你自己能不能读出来这几个词或者这几个句子呢？如果你可以的话，那太好了。不要忘记要把你的声音给录下来，然后去对比录音，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看看有哪里可以提高，然后跟着录音去朗读。如果大家不知道要怎么朗读和模仿的话，我在我的朗读视频下面都会给大家列出来，你要怎么去练习朗读，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这个语言的流畅度。在学习完课文之后，如果大家还有时间还有精力，那你们可以去找一下补充的资源。在学习表达的时候，课本上给我们提供的例子常常是比较正式的，在正式场合中可以使用的，而在生活中我们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且每个人的语言表达习惯也不同，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表达。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你在课本上学习的就是错误的，而是你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知识，你又学会了一个新的表达，那这样你的表达呢会越来越丰富，也会越来越地道，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最后你都能应付。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尤其是零基础，我们不需要知道一个话题下所有的表达，因为这样压力太大了，慢慢积累，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最后一点就是学了就要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移步 Instagram。 零基础的内容在 Instagram 上是比较丰富的，就是很多的老师他们刚开始都会做很多零基础的内容，那大家可以就自己当天学习到的内容去 Instagram 上做一些互动交流。比如说这节课你学习到的是打招呼，那你就去找几个新的 Studygram， 或者是在几个老师的帖子下面留言，你好 Hello您好，那相信大家都是很乐意去给你回应的。如果你学习的是9月去北京旅游最好，那不妨去 Instagram 上找一个关于北京的帖子，或者关于中国旅游的帖子，然后留言9月去北京旅游最好吗？为什么？相信你也会收到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另外也非常欢迎大家去 Instagram 和我互动，给我留言全部学习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反馈和调整了。这里也可以分为2个小步骤。第一个就是先简单的回想一下，这一课你学到了什么？如果现在你的朋友 Echo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想知道你学到了什么，你能不能把你学到的东西教给我，教会我？你可以自己看着书说一遍这些内容，注意啊，是看着书，不是让你背下来。如果你在讲解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部分你就是讲不明白，那这可能是你需要继续学习的部分。第二个就是用课本附带的练习册来做一些框架性的知识性的回顾，然后再来看一下自己有什么错误。如果你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那也非常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成果整理成一个 Instagram 帖子，然后分享给大家，给别人启发，也给自己带来动力。瞧瞧这些努力的同学，如果你每天看到的也是这些热情饱满的中文学生，你是不是也更愿意学习了呢？最后，按照这个方式和态度 ，HSK 1和2各有15课。HSK 3有20课，那再加上配套练习的内容，我来给出一个计划参考。拼音、汉字、词汇、注释的练习1个小时，课文朗读、模仿练习、翻译，还有去掉拼音认读练习，我们也用1个小时。复习反馈1个小时，每天额外的磨耳朵练习30分钟到1个小时。课本中每5课还有一个文化板块，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找一些拓展的文化知识。另外，这个部分也可以作为一个短暂的休息，翻一翻前面的内容，自己复习一下，反思一下最近做的怎么样，后面需不需要调整，是不是可以加快，还是需要放慢学习的步调。从零基础到 HSK 3一共有10个文化板块，也就是说大家需要经历10次复习、反思、总结，还有这个文化拓展。我已经制作好了一份打卡学习计划表，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领取，然后呢，在这个评论里面一起打卡学习。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视频有用，请给我点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请关注一下再走。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